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这条是上周财报、经济数据和美联储政策声明纷至沓来，本周财报流将稳定放缓，而经济数据历来宁静。上周五的就业报告显示，4月劳动力市场增长放缓，令美联储今年降息预期升温，受此提振，三大股指全周上涨。下一条，全球经济面临陷入停滞的风险。美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可能无法拯救全球经济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警告称，若不采取纠正措施，全球将迎来沉闷的20年代，一个低迷和令人失望的10年。请看下面这条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将信托账户的保险限额降至125万美元。此前信托账户没有保险限额，这一变化可能会降低数万银行客户的账户保险金额。下一条，米尔肯全球大会将于本周末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，为期4天，将汇集全球金融界和科技界的大佬，就人工智能、中东冲突等重大议题展开讨论。让我们关注加密货币收益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相对较小，每9美元收益产生约9美分支出，主要用于购房等方面，类似于股票市场收益模式，而不是彩票中奖模式。让我们关注 NBA 球队所有权频繁更迭，原因是电视转播权价值飙升，有更多人想拥有球队。对于潜在买家，作为现有所有者，格伦·泰勒重视他们在社区的存在感和对球队的热情。让我们关注杰克·多西宣布他已不再担任 Bluesky 董事会成员，该组织是一家由他共同创立的去中心化社交媒体标准开发公司。接下来TechCrunch 采访了人工智能女性研究员，介绍了他们在人工智能发展中的贡献和面临的挑战。Catherine Breslin 是 Kingfisher Labs 的创始人，拥有超过20年的人工智能科学研究经验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派拉蒙全球特别委员会评估收购邀约，与索尼和 Apollo 开始谈判，而先行竞购方 Skydance 仍等待进一步消息。接下来，波音前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弗兰克安德森·施朗兹去世，享年92岁。他曾支持推崇波音737飞机，该机型后来成为波音最畅销的飞机之一。他还于1992年成为西雅图水手棒球队的主要合作伙伴。让我们关注巴菲特对人工智能 AI 持谨慎态度，认为其具有巨大潜力，但也存在危害。他将 AI 比作核武器，担心其可能被用来欺诈和破坏。尽管 AI 有望提高生产力，但巴菲特认为它会对劳动密集型行业造成影响。他强调，仍在探索 AI 的影响，建议投资时保持谨慎。让我们关注美国劳动力市场表现疲软，提振债券交易，但仍不足以引发大幅上涨。虽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鸽派言论推动收益率下降，但通胀持续高企，限制央行降息空间。周二单次拍发的670亿美元国债将考验长期债需求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发达国家的移民推动经济增长模式正在放缓，原因是住房短缺和生活成本上升。然而，由于技能短缺，仍有必要增加移民，以满足劳动力需求。请看下面这条，必和必拓提出390亿美元收购英美资源集团，但实际报价更低，因为必和必拓要求英美资源集团将南非业务剥离给股东。美国天然气价格回升，预计天气转热将增加对天然气的需求。小麦交易员将关注美国农业部对作物的最新估计，因为北半球进入生长季，今年的作物规模仍存不确定性。美国农业部报告将披露小麦的产量和库存。最后这条是，受中国假期结束和美国就业数据低于预期提振，亚洲股市预计将强劲开盘，因市场压注美联储将在今年降息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